一个又佛又丧的95后女孩，啃老不成，反被亲妈赶出家门，想要寻死又被姑妈送到殡仪馆。最近 B 站这个讲述殡葬从业者的剧让我感受很深，或许真的是离死亡越近，越能读懂死亡，也越清楚活着的意义。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星河百度。死亡这个话题一直是既神秘又忌讳的。神秘在于，即便是最先进的科学技术，也无法完整解释它是怎么一回事。忌讳则是咱们的文化环境决定的，跟死有关的一切都是晦气的、不吉利的。所以，即便每个人都很好奇，也没人愿意提及。但像电影《人生大事》中说的，人生除死无大事，这么重要，但我们对它的了解大多来源于传统文化的灌输，多少有点不太合适。所以今天咱们就通过一本豆瓣9点2分的神作聊一聊，或许你会对生死有个全新的认识。耶鲁大学有一门关于死亡的公开课，讲课的教授穿着牛仔裤、帆布鞋，留着一脸大胡子，还喜欢盘腿坐在讲台上，跟武侠小说的角色一样，越是不修边幅、低调随性的人，越可能是扫地僧级别的绝世高手。的确，这位教授名叫谢利卡根，先后在3所大学担任哲学教授。他的课不仅是最受欢迎的国际名校3大公开课之一，在网上的点击量也达到了数亿次。后来他把公开课内容整理成《耶鲁大学公开课：死亡》这本书，不仅解开了人们对死亡的很多误解，还通过哲学的角度探讨了死亡的意义，并告诉我们如何面对死亡，向死而生。首先第一个问题，人有灵魂吗？这就关系到死后的状态，是尘归尘，土归土，繁华落尽一场空，还是以另外一种形式与世长存呢？目前有2个主流的观点，二元论和物理主义。二元论认为人是由2部分组成的，一个是肉体，另外一个是人的意识、思维和人格的集合，说的玄一点就是灵魂。咱们可能会觉得这不科学，但获得过诺贝尔物理学奖，被誉为这个世界上最博学和最有创建性的科学家罗杰·彭罗斯就坚信人是有灵魂的，而且可以用量子力学的概念去解释。他认为意识这种东西只有在量子系统中存在，而且一个生命陨落后，意识并没有因此消失，它其中的量子信息并未被破坏，而是离开了身体，重新返回宇宙。你看，如果不是量子、宇宙这些科学领域的词汇，很难不让人误会这是编撰出来的神学。物理主义就是完全相反的观点，不相信灵魂的存在，认为人就是一具肉体，一种物质对象，身体被大脑、心脏等器官控制，人死了就是这些器官停止工作了，说白了就是一种物理现象。2个观点谁对谁错呢？目前没有统一定论，不过逻辑上有个正有不正无的原则。坚持二元论的人相信灵魂，那得拿出证据来证明它的存在。物理主义的人则不需要证明，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种东西。既然没有证据，那就只能暂且疑罪从无了。所以坎根教授也站物理主义这边，他觉得死亡就是肉体和人格的终结，是一切不复存在的状态。第2个问题，大家可能都比较好奇，死亡是什么感受？3月有了新工作里有一句话，姑妈告诉赵3月，你看这条道，看见没？黑黢黢的，然后就是你自己一个人啊，不能拐弯，也不能回头，只能往前走。就这条道，一直走到黑，这就是死。死亡就像一条没有尽头的路，又因为充满了未知，所以黑黢黢的。这个形容我觉得非常贴切。卡根教授说得更直白，死亡的感觉并不神秘，因为根本没有任何感觉。既然没有感觉，那我们也没办法描绘和想象。有点绕啊，咱们可以这样理解，你无法描述处于死亡状态的内在感受，就像没办法描述处于无梦睡眠中的内在感受。大家可以想一下，我们确实有睡得很沉而且没有做梦的时候，我们并不知道自己在睡觉，也感受不到自己和外界的任何变化。换句话说，我们是没有意识来感受当时的感觉的，醒了之后也就没办法描述这种感觉了。反过来说，这样去感受的话，需要有一个矛盾的前提，那就是必须要在完全没有感觉的时候保留意识或者人格，那这个状态就不叫完全没有感觉了，对吧？如此一来，我们其实已经在不经意间体验到了死亡的感觉，比如婴儿未出生的时候，昏迷不醒失去知觉的时候，喝完酒宿醉的时候。特别是后面2个，咱们可以想一下，是不是当时真的什么都不知道？是不是我们也没办法描绘和想象当时的状态？虽然知道了死亡的状态也不过如此，但如果要问大家一个问题，你害怕死亡吗？相信大部分人的回答还是肯定的，比如我就非常怕死。既然人人都避免不了，死后也没有什么感觉，收拾好行李开心上路不就行了吗？为什么人们会害怕死亡呢？咱们再来看第3个问题。
卡根教授提到了死亡的剥夺解释，就是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来，也没有办法去阻止，只能被动接受。人们普遍对未来抱有美好的预期，也就是说，如果没有死亡，将来会有更精彩的人生等着自己。你像古代的皇帝，又是修仙又是炼丹，不都是还没享受够吗？所以本质上我们害怕的不是失去生命，而是失去了生命可以给予我们的美好事物。另外，每个人都不是独立的个体，都与其他人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，比如亲人、朋友。每个人都会有自己舍不得、放不下的人。人在的时候还有个念想，人离开了或许只剩下遗憾。有过类似经历的人真的能感受到生命的脆弱和无常，所以一定要珍惜眼前人，特别是长辈，趁他们还健在的时候多陪陪他们，千万不要留下子欲养而亲不待的遗憾。最后我们再来聊聊如何面对死亡。还拿3月有了新工作举例子，其中有个角色令人动容，殡仪馆的副馆长高卫东。这天跟同事聊天的时候，突然口吐鲜血，医院诊断结果为胰腺癌晚期。当生命进入倒计时，我相信大多数人都会恐惧、绝望，不敢面对。毕竟等待死亡的过程远比死亡本身更痛苦，但可能就是离死亡越近的人越能看淡生死。在最后的一段时间，他选择安宁疗护，你甚至可以理解为不再治疗，而是平静地等待死亡。就像他说的，我这个病啊很重，会死的，但只要再多活1天，我就希望是有质量的活着。他制定了遗愿清单，道爱、道谢、道歉，还有道别，跟最爱的人像年轻时一样跳舞，见想见但不敢见的人，和亲人朋友吃一顿团圆饭。留给自己的时间越短，就越清楚该珍惜什么。不是什么远大的理想、巨大的成就，而是生活中最普遍也最容易忽略的事情。这种坦然处之的态度，可能不只是因为勇气和乐观，更是因为他人生的圆满。就好比每个人都在做着不同的任务，有宏大的，有卑微的，有复杂的，有简单的，但不管怎样，在deadline之前完成了自己的任务，就没有任何遗憾，眼睛一闭，进入长久的无梦睡眠状态。作家卡夫卡说过，生命的意义在于它终将结束，或许正是生命的有限性才让它弥足珍贵，人们才想要在有限的时间里活得精彩。这个精彩不是说非得追求成就和体验快乐，简单平凡才是常态。毕竟在生命的最后时刻，权力、地位、金钱都烟消云散，见了想见的人，完成了想做的事儿，给自己的人生画上一个句号才是最重要的。坎根教授通过哲学的角度解读了死亡这个充满神秘色彩的概念，虽然看上去没有什么神奇之处啊，不过以死作为生的之道，下面3个结论或许很值得我们深思。1. 死亡就是一个终点，在尽头等着我们每个人，不会对当下的事儿造成影响，所以没有必要焦虑。2. 坎根教授提到，永生是一种惩罚而非赐福，死亡决定了生的局限性，也恰好彰显了生命的宝贵，让人们更珍惜有限的人生。3. 理解了死亡，能让我们换一种方式活着，清楚什么对自己来说才是最重要的，而不用等到生命开始倒数的时候。怪不得法国饲养家蒙田说，探究哲理就是学习死亡。最后，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坎根教授这本书和3月有了新工作这部剧，不管是又佛又丧，还是对未来充满绝望，真正理解了死亡，能让我们重新审视活着这个概念。